邻居的房子呢要被法院拍卖了。大家都知道，法拍房的一个价格呢比正常的价格是要便宜很多的，所以说看房的人也是比较多的。王女士呢边哭边在家里收拾东西啊，家里不到3、4岁的一个孩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还在那里开心的玩。这让人心酸而又同情的一幕呢是发生在山东的一个青岛。王女士呢是在2018年花了320万买了这套房子啊，当时呢真的可以说是掏空了几代人的一个积蓄啊，然后东拼西凑呢才凑够了30%的一个首付嘛，大约是100万左右，剩下的220万呢是在银行里面做的一个抵押贷款。5年后的今天啊，现在已经6年多了，然后这套房子的市值呢只剩下160万，房价呢跌去了一半还要多。而王女士呢从2018年到现在啊还了80多万的一个银行贷款。很多人都会认为啊，那欠银行的钱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是220万，然后减到这个80万，还剩140万呀？实际上呢，这5年中啊，王女士只还了18万多的一个本金，另外60多万呢，全部都是还的银行的一个利息。这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现在呢，王女士呢还倒欠银行200多万。王女士去年是怀了一个2胎啊，加上这3、4年嘛，受疫情的一个影响，他们觉得呢，就是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就想把这个房子给卖掉。然后去房产中介也是了解了一下，得知呢这套房呢现在只能买160万，而且呢还不好往外卖。而此时呢他们依然是欠银行200多万，所以说王女士就思来想去，觉得呢亏的也是太多了，不舍得往外卖嘛，于是呢就放弃了这个选择。接下来呢王女士便选择了一条越陷越深的一个不归路，真的是走上了一个不归路啊。按照常人的一个理解啊，咱们给银行签的是一个按揭抵押的一个贷款合同，干脆如果说你不还贷款了，把房子直接抵押给银行不就得了，让银行呢去自负盈亏去吧，无非最后就是银行呢把这个房子给收走，那不就完事了吗？但是事情呢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啊。各位呢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继续往下说。事情呢并没有像王女士想象的那样发展，接下来等待她的呢是5次沉重的一个打击。这5次打击呢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沉重啊，特别是最后一次。首先呢就是这个房子经历了一个查封，包括评估、公示、拍卖后呢，这套市场价格呢160万的房子呢仅以128万成交啊。还给银行之后呢还倒欠银行80多万，但是除了这80万之外呢，还有什么违约金，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这些杂七杂八的一个费用，加起来呢还有20多万，也就是相当于说呢依然是倒欠银行100多万，并且呢银行还完这100多万之后呢才可以跟他解除之前签的那个银行的按揭抵押的贷款合同。事情到这一步呢还完全没有结束啊，因为王女士的一个违约，包括失信、逾期等因素呢，王女士夫妻2个人已经上了征信的一个黑名单。这就意味着呢，他们呢会被限制一个大额消费。当然了，像他们以后呢乘坐飞机、高铁、动车的出行呢，也会受到一个限制。另外呢，注意的是，按照目前的一个经济形势呢，房子呢依然是处于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但是银行呢为了能够快速的降低一个坏账率，加上房价呢依然处于一个下探的一个通道中啊，如果说第一次留白，不排除后续呢仍会放宽这个拍卖条件，甚至降低起拍价等方式呢，促成这个成交。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房子呢被7折甚至呢6折给拍卖出售。如果说呢按照6折甚至5折来拍卖，那么一来呢，王女士要偿还的一个债务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不管你是欠了银行的还是法院的一个钱，他们要求呢还钱的一个时间呢都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呢是一个短期，不会像房贷那样允许你10年、20年或者是30年。如果还不上，你有可能失信被执行而成为所谓的一个老赖，这也就意味着对子女的一个成长包括发展呢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如果说呢按照当时的一个市场价格卖掉，只需要补差价银行40万，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呢，变成了欠银行100多万。本来想着呢就是断供，想减轻自己的一个压力，没想到到头来了反而是压力倍增，肠子悔青。因为拍卖失去了一个房子，因为逾期呢失去了一个征信，甚至有可能呢会影响到自己以后的孩子。最让人担心的是呢，这很可能呢会击垮一个人，压垮一个家庭。各位呢正所谓是选择大于一个努力啊，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因为房价下跌幅度过大而盲目的选择一个断供，后果真的是很严重，真的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